继续来关注俄乌局势，在乌军对俄罗斯边境地点、居民点进行了连续8天攻击后，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20号表示，俄军成功击退了进攻。同一天，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突访乌克兰，他在基辅表示，正在努力尽快促成军援法案获得通过，但无法预测具体时间。绍伊古20号在俄国防部部务会议表示，连日来乌克兰武装人员试图夺取别尔哥罗德州和库尔斯克州边境地区居民点，双方最激烈的战斗在科辛卡居民点地区展开，乌军最终被俄军击退至俄罗斯领土范围之外。就在同一天，乌克兰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突访乌克兰，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会晤。叶尔马克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双方谈到了美国继续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全球和平峰会的筹备工作。乌方感谢美国提供了价值3亿美元的弹药。深圳卫视注意到，美国舆论普遍形容沙利文此访为秘密访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这是沙利文自13个月前陪同美国总统拜登访问乌克兰首都以来首次访问基辅。和之前那次一样，沙利文重申了美国一直以来的立场，将继续向乌方提供包括武器装备在内的必要支持。他反复强调，卡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数百亿美元对乌军事援助最终一定会获得通过。但外界注意到，在与乌方官员会晤后的记者会上，沙利文没有拿出美国军事援助的确切时间表。观察认为，这一定程度透露出拜登政府的无力感，只能不停地派出高级官员安抚乌方。就是表面上看是两党之争，其实背后呢是国内分歧。那么这个是随着这个选战的深入啊，可能会达到比较高的状态。所以说这个背景下啊，沙利文的访问呢，其实显示出就是安抚，同时也反映出背后所蕴含的这个美国对乌克兰支持的危机。而就在前一天，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也在德国举行的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会议上承诺，美国不会让乌克兰失败。路透社称，美方的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美国政府上周向乌克兰宣布的3亿美元援助，实际上是抠抠搜搜从五角大楼的采购中省下来的。对于前线紧张的乌克兰来说，只够用几星期。目前也看不到共和党领导的美国众议院通过600亿美元的一揽子援乌计划的迹象。美国援助哑火的情况下，欧盟在援乌方面表现得越来越积极。20号，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与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共同主持了欧盟乌克兰协会理事会。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博雷利称，欧盟成员国今年已承诺为乌克兰提供200亿欧元。当天，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从欧盟获得了第一笔价值45亿欧元的过渡性融资。也就在同一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社交媒体宣布，已提交使用俄罗斯被冻结资产的提案。冯德莱恩称，此前他已告知欧洲议会，欧盟可以利用俄罗斯冻结资产产生的收益，为乌克兰购买军事装备。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怒斥这种做法堪称强盗和小偷行径。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表示，相关提案破坏欧盟法律与国际法的基础。这件事情恶在第一呢，是使得欧洲更加深入的卷入乌克兰危机啊。第二方面就是国际法问题，因为这个事情，从国际法角度啊，从国际关系角度来说，都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合规的。那么如果说你这个事情开了先河之后呢，以后啊，这个在若干年的时间里头，这个很多国家可以效仿啊，所以说这件事情是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中是开了一个恶劣的先河。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法国总统马克龙发出耸人听闻的出兵乌克兰论后，越来越多北约国家事实上介入俄乌冲突的消息正在被曝光。外界不由担忧，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对抗趋势日渐明显。据多家欧洲媒体18号报道，北约在罗马尼亚的一处军事基地已经开工建设，这将成为其在欧洲规模最大的军事基地。这座基地位于罗马尼亚东部黑海西岸的康斯坦察，占地面积近3000公顷，相当于一座小城市，可容纳多达1万名北约士兵及其家属。该基地拟投资近25亿欧元，将建设跑道、武器库、军用飞机机库等设施，还设有学校、幼儿园、商店，甚至医院。据基辅邮报报道，这座名为米哈伊尔·科克格尔尼恰努第57空军的基地目前已驻扎约5000名军事人员，其中大部分是美国士兵。未来扩建完成后，这里将超过德国的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成为北约在欧洲最大的军事基地。
欧洲新闻认为，新的地缘政治背景下，这一基地的建设增强了北约的东翼力量。对于罗马尼亚的军事基地扩建项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俄对外情报局退休中将列舍特尼科夫的评论称，北约过去和现在都在奉行对俄罗斯构成威胁的地区扩大影响力的政策。除了美国过去10年在科索沃建立的基地外，巴尔干半岛从未有过如此重大的设施。列舍特尼科夫认为，这个基地无疑对俄罗斯的安全、俄罗斯武装部队在黑海地区的活动等构成严重挑战。另据俄观点报网站报道，俄军事专家巴尔托什认为，鉴于罗马尼亚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在该国修建北约在欧最大军事基地，对北约来说具有巨大战略价值。北约领导层显然确信俄乌冲突不可能迅速结束，正准备与俄长期对抗。从这一角度来说，该军事基地将为北约加强在黑海的存在提供充足后勤保障，同时增强北约对乌克兰和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局势的应变能力。对此，俄或将改善黑海舰队建设，强化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部署。美国智库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近期发表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如果介入台海冲突，美国的关键弹药库存将在1周内用尽。这会降低美国的威慑力量，增加台海进一步爆发冲突的几率。但就在报告发表后不久，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就在20号举行的一场国会听证会上炒作称，所有迹象都表明中国大陆有望在2027年做好武装统一台湾的准备。尽管阿奎利诺不是第一次发表相关言论，但他最新表态的背后有何特殊背景？来看报道。美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当地时间20号就美国在印太区域的安全威胁举行听证会。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在接受质询时称，解放军正以2战以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军。中国国防预算自2020年以来增长16%，采购了400多架战斗机和20多艘主力战舰，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库存也增加了1倍。阿奎利诺同时炒作称，解放军一直在演练对台行动相关的各种任务，例如海上和空中封锁、模拟包围台岛等，正在为2027年武装统一台湾做好准备。They're taking all actions to attempt to get the Taiwans to capitulate. Now, I don't see that happening. To back that up, their intent is to build military capability capacity should they need to take action. They have not, over the past number of years, denounced the use of force. They continue to keep it on the table. 阿奎利诺还就台海地区其他热点问题回答了议员的提问。他否认美国在金门常驻军队，但承认美国国防部已有评估台湾民防单位能力，并制定御敌能力的计划。对于阿奎利诺的相关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亚太地区是和平发展的高地，不是地缘博弈的竞技场。在亚太挑动对抗、制造分裂的是美方，而不是中方。林健严正提醒美方，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任何外部干涉。我们的政策很清晰，就是继续以最大的诚意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我们的底线很清楚，就是绝不允许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美国国内一些人企图渲染中国威胁论，加剧台海的紧张局势，挑动对抗，我们对此坚决反对。要维护台海和平，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同时，任何人都不应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事实上，这并不是阿奎利诺和美军印太司令部方面第一次炒作所谓攻台时间表。去年7月，阿奎利诺在出席阿斯彭安全论坛时就曾宣称，中方将在2027年前以非和平手段解决台湾问题。如果对华威慑失败，他有信心领导美军战斗并取得胜利。但值得注意的是，阿奎利诺即将卸任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这也是他任内最后一次出席国会听证会。他的继任者帕帕罗的提名已经在本月初获得美国会参议院的通过。
外界注意到，当下美军正在制定2025财年的军费。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向国会提出总额为7.3万亿美元的2025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草案，其中国防预算再次刷新纪录，飙升至8952亿美元，比2024财年又增加了90多亿美元。尽管美军整体国防预算增幅仅为1%，但美国国防部本周早些时候将2025财年太平洋威慑倡议的预算请求大增8%。一是施压，对美国政府施压，强调这个对华遏制的紧迫性以及对台军售的这种必要性；二是借口，他通过渲染解放军武力攻台，来为美军的这个发展寻找一定的借口。另据台湾中时新闻网19号报道，华盛顿智库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近期发表了一份针对不久前一系列所谓台海冲突兵棋推演结果的研究报告。报告称，美国国防工业基地目前缺乏进行重大战争的能力，如果美国现在介入重大的地区冲突，将很快就会用尽弹药库存。而如果因台海问题与中国发生战争，弹药不足问题会更严重，大约不到1周就会用尽诸如远程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等关键弹药。五角大楼也估计，解放军获得高端武器系统和设备的速度是美军的5到6倍。报告称，经过整理近20次该智库的兵棋推演，发现一旦发生台海冲突，美军将在3周内消耗5000多枚远程导弹，其中包括4000枚空对地联合防区外导弹、450枚远程反舰导弹、400枚鱼叉反舰导弹、400枚战斧导弹。这些弹药之中，远程反舰导弹最有用。但是兵棋推演每一次的结果都显示，该型导弹库存在冲突第1周就会用尽，而生产同样数量的反舰导弹则需要约2年时间，等到冲突发生才赶工生产，根本是缓不济急。报告还称，美国对俄乌冲突的研究有3点结论：首先，任何旷日持久的冲突都将是一场工业战争，需要制造足够的弹药、武器系统和物资；其次，俄乌冲突暴露了当前美国国防工业基地的严重缺陷，这将从根本上影响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威慑力与战力；再者，随着印太局势与中国态度的转变，亚洲爆发战争的时间正在逐渐迫近。上海战略学者赵宗九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该研究报告虽然不能成为美国将介入台海冲突的直接证据，但其借俄乌冲突影射台海潜在冲突，无疑是有着很深的恶意，是美国军工复合体借地缘战略局势谋取私利的又一个典型案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智库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实际上是在为这个美国的军工企业呢站台，这点是显而易见的。这样的话，美国军工呢可以得到很大的这种订单和利益，同时的话，它也为自己智库的研究价值在发声。值得指出的是，美国军事工业的产供链问题以及弹药储存转移等问题，尤其是当中的所谓中美差距，也是20号的听证会上多次被美国会议员提及和追问的问题。2022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was the first ever that identified the PRC as the United States top pacing challenge, and since that time, the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moving to realign the budget toward the China challenge and toward the requirements that Admiral Aquilino has identified. This year's budget would invest $2.3 billion more in Indo-PACOM than last year. That's a nearly 20% increase. The focus areas of the budget are on the areas that Admiral Aquilino has largely identified, including in critical munitions and in MILCON, and we're 参会并发言的美国会众议员加拉格尔是臭名昭著的反华急先锋，现担任去年1月创设的美众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首任主席。其任内主导了兵推台海冲突，并不断向美国会鼓噪所谓台海随时可能爆发的冲突。此外，他还在美国会提出对台政策所谓10项建议，包括快速交付军售项目、扩大美台联合训练、美军在印太区域建立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等，并纳入下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以敦促拜登政府落实。就在上个月，他曾率跨党派议员组团窜台，主要目的就是作为美军公利益集团的掮客，对台推销武器。他甚至提出要将武器放在台湾生产。那么我们看到解放军的话呢，随着军力的发展，在两岸问题上，应该说大陆一方的战略主动权是牢牢把握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种种做法虽然绞尽了脑汁，但是最终的话，我觉得都将落空，根本不起什么作用。
不过，加拉格尔早前突然宣布，本届议员任期结束后，他将从国会退休，不再寻求连任，而未来的工作仍将重点放在国防政策上。这意味着他即便离开国会，仍然会在美国军工复合体中扮演重要角色。日前，美国会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桑德斯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网站上刊文称，随着持续散布威胁和恐惧论，军工复合体继续增长。不难看出，美国两党领导人的言论和决定往往是被军国主义、群体思维、企业利益集团的贪婪和权力所引导。文章提到，美国今年计划在军事上投入约9000亿美元，而其中近一半将流向少数已经获得高额利润的国防承包商。在美国许多国防承包商看来，对外战争是他们中饱私囊的主要途径。